年纪过了60，有些饮食细节我们平时很少会去注意到，有时候让骨质疏松的还真不一定是那些明显缺钙的食物，反而是大家天天在吃，觉得特别方便的日常食物。比如每天下午的一罐可乐，工作时习惯喝的浓咖啡，图省事儿买的速冻便当，还有超市里人人都在买的罐头鱼。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挺普通的，但要是医生提过，建议您注意骨密度，体检报告上的骨量已经不如当年了，那这几样食物还真的留神。毕竟骨骼功能如果变弱了，有些加工食品吃多了，反而是在给身体增加负担。而最让人头痛的是，骨质疏松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往往无声无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您可能只是觉得比平时更容易觉得腰酸，到了傍晚觉得腿部有些沉重无力，用手按按脊柱感到一阵酸痛，走起路来也觉得步子比平时迈得小了。很多长辈这时候会想，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其实这真不一定只是老化，很有可能是骨骼在默默地向您求救。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有哪5种食物可能会在暗中给骨骼带来压力，同时又有哪些吃起来更安心、更温和的替代方法。第一种就是含磷酸盐的碳酸饮料。我们先从这个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食物说起。先说清楚骨密度正常、没有骨质疏松倾向的长辈，平时喝点碳酸饮料完全没问题。今天重点提醒的是，骨密度偏低，医生建议增加钙摄入。有骨质疏松家族史的朋友，在大家眼里，可乐和雪碧那可是解渴的代表，冰爽、清凉、爽口。很多长辈也觉得，偶尔喝一喝反而能解解渴。可要是骨密度不如以前了，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饮料里面的磷酸盐含量特别高。磷酸盐是一种工业添加剂，可一旦喝进去太多，它就会在身体里和钙竞争吸收。有的长辈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腰部时不时感到酸软，甚至手指骨节觉得有些酸胀，活动不灵活，走路的时候觉得脚踝容易没劲儿，这很可能就是磷酸盐在里面作祟。我们把骨骼比作房子的框架，那过多的磷酸盐就像是在框架里放了太多的杂物，不仅容易让框架变得脆弱，还容易造成框架的老化和坍塌。平时偶尔喝一点饮料，其实没什么大碍，怕就怕有些长辈为了图方便，直接拿着饮料就吃饭，大家都觉得这样解渴又清凉。但实际情况是，工业加工的饮料中，磷酸盐被反复加入，一罐饮料的磷含量往往相当于平时1周的正常摄入量，再加上有些饮料里还添加了咖啡因和香精，这就容易让身体里的磷钙失衡，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加剧，给我们的骨骼带来成倍的压力。要是您平时特别爱喝碳酸饮料，下次去超市有个步骤少不了，改成买白开水或者牛奶。白开水怕高温蒸发这么一趟，大部分的杂质就已经被去除了。如果觉得白开水太淡，可以简单冲泡一点蜂蜜，口感就变得温和了。不过喝白开水的时候，千万别用饮料瓶，容易残留化学物质，把水倒进玻璃杯才是真正健康的喝法。要是医生说过您骨密度容易下降，或者体检指标已经不太好，平时喝饮料不如换成纯牛奶，也就是最普通的鲜牛奶，或者用酸奶来代替。现在去超市常能看到各式果汁饮料和植物奶，有些长辈觉得这些更健康，但其实对于补钙的人来说，这些饮品里的磷和糖含量都不低，反倒是纯牛奶，喝着醇厚还好消化，对骨骼也挺好。酸奶水分适中，性质温和，不管是直接喝，还是配上一点蜂蜜调味，喝下去肠胃和骨骼都轻松，这才是真正让人安心的喝法。第二种是过度加工的速冻便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冷冻米饭、冷冻面条，还有很多人觉得更方便的罐头午餐肉。同样先说明骨密度健康的长辈，正常吃完全不用担心。主要是骨质疏松患者需要补钙的朋友要多留意。平时不少长辈为了吃饭方便，为了省事儿，午饭喜欢直接吃速冻便当，或者晚餐拿罐头午餐肉当菜肴，觉得既能快速吃饭，又能节省时间。单看营养价值，这两者确实有一定作用，但对于骨质疏松的人来说，加工食品还真不见得什么时候都比新鲜食物安全。这主要是因为速冻便当和午餐肉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盐和磷酸来防腐，相比之下，
新鲜的米饭、新鲜的肉类虽然需要自己去烹饪，但里面的有害物质含量其实特别低。要是为了方便，天天顿顿拿速冻便当、午餐肉当主食，骨密度一旦出现下降，这些有害物质就会在骨骼里越积越多。这食品添加物一多，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消化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像腹胀、便秘这样的症状。或者坐在那儿歇着，突然觉得全身无力，浑身上下使不上劲。所以说，如果我们要顾着骨骼，盲目用速冻便当去替代新鲜饭菜，还真不是个最保险的办法。午餐肉看起来很营养，很好吃，但对于骨质疏松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盐分和磷酸盐负担。特别是许多长辈牙齿不好，咬不动新鲜食物时，最喜欢把午餐肉切成小块，或者直接用它来炒饭。这些食物吃起来软嫩，嘴里也觉得很咸香。不过这些觉得好吃、方便快手的食物，其实暗藏着不易察觉的风险。因为速冻便当和午餐肉都是妥妥的隐性磷含量大户，尤其是有些长辈中午肚子饿了，习惯拿速冻披萨或者午餐肉当零食，觉得这样很饱腹。其实这些食物里的磷和钠含量都会高度浓缩，对骨骼的压力比直接吃新鲜米饭要大得多。如果你真的很想吃便利食物，最忌讳的是直接吃加工品不加处理。可以把午餐肉用清水冲一冲，切成薄片，放在温水里浸泡半小时，中间多换几次水，再用清汤煮一下再去吃，能有效溶出大部分的盐分和磷。但大家要记住，就算做了去盐处理，也不代表可以放开吃，控制分量依然是关键。平时吃饭也可以用新鲜米饭配新鲜蔬菜和鸡蛋来代替速冻便当，比如自己煮一碗新鲜白米饭，铺上清炒的绿叶菜和一个荷包蛋，这比直接吃速冻便当更安全，营养成分多得多。而在做饭时，用清汤和新鲜食材代替速冻品，既能吸收食物本身的营养，又属于安全的低磷食品，特别适合平时需要补钙的人。不要因为食物软嫩好消化，就一次吃很多，对骨骼依然是不小的负担。对于有骨质疏松问题的年长朋友，严格控制分量，比无防备的大口吃要安全得多。第三种是浓缩咖啡和浓茶，尤其是现在上班族必备的咖啡、奶茶、浓茶。先跟大家讲清楚，骨密度正常，没有骨质疏松、咖啡因耐受性好的长辈，偶尔喝点咖啡完全没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骨密度偏低，医生建议限制咖啡因，有腰椎间盘问题的人群。很多中年人从便利店买回一杯杯褐色的浓缩咖啡、黑色的浓茶，给长辈当补充精力的饮品。长辈也习惯每天早上都来一杯当提神。确实，对于骨密度正常的普通人来说，这些饮品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种高浓度的咖啡因，对需要保护骨骼或者骨质疏松的长辈来说，反而可能带来麻烦。咖啡因本身就会加速钙的流失，比起平时喝清汤或白开水，这种高浓度的咖啡在制作过程中已经过度浓缩，导致咖啡因浓度极高，在短时间内大量进入身体。咖啡因在血液里极易与钙结合，造成钙从尿液中流失，引发骨质疏松加速。还有的饮品为了调味，还会额外添加糖分和人工香料，这种多重叠加的有害物质在消化系统里堆积，就可能引起钙吸收能力下降等危险情况。所以千万不要用任何浓缩咖啡，甚至是市面上流行的速冻咖啡来代替。日常补充，如果长辈们想要提神，最安全、最没有身体负担的选择，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白开水加散步。如果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可以用少许花茶或者温热的淡麦茶来替代。花茶清香气宜人且不含咖啡因，淡麦茶暖胃又不伤骨，都是既好喝又稳妥的选择。大家记得一定要泡淡一点，浓茶反而会增加身体负担。第四种是高盐腌制鱼类，很多长辈觉得鱼类营养丰富，就毫无顾忌地吃。这里要区分清楚，新鲜完整的鱼肉适量吃完全安全，真正伤骨头的是高度腌制的鱼类加工品。在做汤或者做菜时，很多长辈喜欢放进去咸鱼，或者直接打开罐头鱼放进去，为了让鱼类的香气更突出，味道更鲜美，习惯性的不加任何处理就煮一煮，或者直接拌饭吃。大家往往觉得这是便捷食材，做的肯定很营养。不过便捷的食材经过腌制加工，对骨质的影响就完全不同了。
咸鱼在长时间腌制和风干之后，水分大量蒸发，原本分散的盐离子会高度浓缩，而且超市里常见的罐头鱼和腌制鱼，为了防腐和调味，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这种高盐的双重压力会加速体内钙的流失，比我们直接吃新鲜鱼肉要危害大得多。如果舍不得鱼类的营养和味道，其实可以用少量的新鲜鱼肉来代替腌制鱼。在挑选新鲜鱼肉时，可以用眼睛看一看，选那种眼睛清亮、腮部鲜红、摸起来有弹性的鱼。这样的鱼质量新鲜，烹饪时利用新鲜鱼的天然香气来提味，同时搭配柠檬、葱段和黑胡椒这3种经典的天然食材。柠檬自带酸爽的特性，葱段清香扑鼻，黑胡椒用少许清油稍微炒香，就能和鱼肉产生清爽的复合风味。这种搭配不仅能极大的刺激食欲，还能让我们在烹饪时少放盐和酱油，既控盐又控磷，让菜肴依然风味十足，而给骨骼带来的压力却小得多。对长辈来说，护骨不等于天天吃清汤白菜，只要掌握好食材的特性和用量，照样能吃得有滋有味。第5种是酒精饮品，有些地方也管它叫白酒、啤酒、红酒。在社交场合和日常饮食中，这种液体饮品经常被当作养生保健品来推荐，但如果您的骨骼需要精心呵护，这种酒品就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了。有些长辈逛超市看到它金黄色或者深红色诱人，觉得对身体好，就买一大瓶回家，甚至每天小酌一杯当保健。如果您最近觉得腰部酸痛加剧，或者体检医生提醒过要注意骨质流失，那这种每日小酌的习惯可能反而会伤身体，因为酒精同时具有加速钙流失和影响钙吸收这2个特点，直接饮用会让这些有害成分毫无阻挡地进入体内，等于给您的骨骼带来了双重压力。高浓度的酒精会加重肝脏负担，让人容易觉得疲倦、乏力，而持续的酒精摄入则会大幅降低骨骼对钙的吸收能力，大大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这就像骨骼这座建筑，一边在源源不断地失去砖块，一边却进不了新的砖块，身体很快就会吃不消。如果每个月都习惯小酌几次，其实可以用温开水或者白开水来代替。最安全、最没有身体负担的饮品，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白开水，或者用新鲜的生姜和红枣来煮茶。这2种食材自带温阳的特性，煮出来的茶清甜可口，既不含任何有害物质，也能帮助身体吸收营养，能安全地给骨骼补充所需，同时还能帮助改善循环。大家记得一定要慢火慢炖，这样茶的香气才能充分释放。其实今天讲这5种需要小心的食物，并不是说它们不好，不能吃，而是身体状况变了，吃法和分量也得跟着变。特别是过了60岁，如果有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或者医生提醒过要注意骨骼健康，就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听人家说吃什么补身体，就跟着盲目的吃。在这个阶段，我们的骨骼就像一部开了几十年的老车架，虽然还在正常运转，但确实需要更精细的保养，不能超载，也不能加错燃料。保护骨骼，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只要在日常饮食里多给他们一点温和的呵护就行了，避开了这些容易伤骨的食物。我们再来看看哪些菜性子更温和，更适合平时经常吃。首先推荐的是牛奶和酸奶，这2样在超市里最普通，但对需要补钙的人来说却非常合适。它们最大的优点是钙含量特别丰富，而且好吸收，口感多变，能完美替代那些高磷高盐的加工饮品。很多长辈到了晚上想喝点热乎、有饱腹感的东西，喜欢用浓咖啡或者浓茶来当饮品，但这些饮品的咖啡因和糖分都偏高，喝完容易让钙流失加速，晚上身体代谢变慢，骨骼吸收起来也吃力。这时候我们不妨用热牛奶来代替。挑选牛奶时，要看包装是否完整，生产日期是否在近期，尽量避免有沉淀的。买回家后，先简单闻一闻，然后倒进杯子里，加热到温热即可，直到可以入口时，加入少许蜂蜜，用勺子轻轻搅拌，这样制作出来的热牛奶不仅口感温暖有饱腹感，而且钙吸收率特别高，能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不用担心骨骼超载。不过买的时候尽量不要买超市里调好味的含糖牛奶饮品，那里面往往加了香料和不少糖，
还可能添加了磷酸盐，会悄悄增加身体负担。酸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帮助消化，增进吸收。在营养学上，它富含益生菌，钙含量丰富，钠含量特别低，非常适合需要补钙的长辈吃。这里提醒大家，酸奶虽然有益，但如果加糖过多，反而会影响钙吸收。坚持选择无糖酸奶就很稳妥。平时喝饮品，很多长辈习惯随手拿一瓶咖啡或者浓茶，觉得这样能让精神更好。但这些饮品的咖啡因都偏高，晚上身体代谢变慢，骨骼吸收起来也吃力。这时候要是换成酸奶，它能提供温暖的感受，有益菌群在肠道里活跃，促进钙的吸收。这种吃法非常符合现代健康饮食的理念。在做早餐或者下午茶时，建议先喝一杯温热的牛奶，配上一点坚果，就能给一整天的骨骼吸收奠定好基础。这样既能保持营养，又不会因为过度加工而流失钙质。第二种是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很多长辈在补钙的过程中，一听说要摄入维生素 K， 就变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敢吃任何绿色蔬菜。长期下来反而容易导致便秘和营养不均衡。为了补充纤维和维生素，有些长辈会特意挑菠菜或者芥菜来吃，但这些蔬菜虽然有营养，却需要适当的处理方法，稍不注意就会因为烹饪方式影响钙吸收。如果想吃绿叶蔬菜，生菜和油麦菜就让人省心得多。生菜富含维生素 K， 可以放心常吃。油麦菜性质温和，清爽可口，能提供丰富的纤维，只要不生吃，汆烫后适量食用，对骨骼几乎没有压力。而且它们水分多，还含有维生素 A 和矿物质，热量和糖分极低，既能照顾到消化和吸收，又不用担心血糖波动。在吃法上，它们非常简单，最推荐的方式是快速烫熟，水滚之后往锅里加几滴油，把洗净的菜放进去汆烫30秒到1分钟。这个汆烫的动作很关键，不仅仅能让蔬菜保持清脆，还能让蔬菜里的草酸略微流失，增加钙的吸收率。捞起来，稍微沥干后再吃，对骨骼就更安全了。挑选时尽量选择叶片翠绿，根部没有变黄的，根部切口呈现白色或浅绿色，说明刚采摘不久，这样水分更足，吃起来也更清甜爽口。第三种是含钙丰富的坚果和种子。在长辈的饮食调理中，补充钙分是重中之重。很多长辈一听医生说要补钙，回家就只吃牛奶和奶酪，没过几天就觉得口腔发干，毫无食欲。为了给身体添点营养，有些长辈会去超市买坚果或者种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类食材虽然含钙量高，但需要合理搭配才能最大化吸收。其实，多用芝麻、杏仁和黑木耳来补钙，就是很好的天然替代方式。芝麻富含钙和镁，能帮助促进骨骼形成；杏仁含有优质蛋白，能帮助维持骨骼的结构。我们骨骼的强度，说到底就是矿物质的堆积和蛋白的支撑。矿物质充足了，骨骼的硬度自然就高了。而黑木耳带着特殊的铁含量，能帮助红细胞运输，可以让血液循环更好的长辈恢复体力。平时做菜有个小习惯很管用，芝麻炒香后别急着马上用，在砧板上静置5到10分钟，让它的香气充分释放。杏仁切碎或磨成粉后，用温水冲泡，这时候它会释放出天然的香甜。炒菜时连糖都不用放。黑木耳清水泡软后，切成细丝，起锅前再撒上一把，整盘菜的口感立刻就提升了。不过吃这几种食材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些长辈听说吃生坚果补钙最好，就喜欢每天生嚼一大把，但生坚果对胃肠黏膜的刺激性非常强，胃肠不好，容易胃酸逆流的长辈，身体很容易引起腹胀。而且坚果如果大量生吃，可能会干扰某些药物的效果。如果您平时正在服用特定的骨质疏松治疗药物，就要避免大量生吃。吃坚果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把它们烤熟或者煮熟，例如把杏仁烤熟再吃，把芝麻炒香再用，这样既能借到它们的营养，对脾胃也更温和。第4类推荐的是新鲜鱼类和虾类。虾类蔬菜也就是有些地方常说的小虾或者虾皮，随着年龄增长，很多长辈会发现自己对营养的需求增加了。为了快速补钙，大家常听说要多吃虾和奶酪，甚至有人尝试吃虾皮粉，但这些做法都需要合理搭配，
不好的长辈很难承受高浓度的单一营养，容易引起消化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的压力。而新鲜鱼类和少量虾类则是对骨骼极其温和的选择，它们属于天然食材，最大的特点是性质温和，既不会刺激消化系统，也不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优质蛋白，这些营养素能促进钙的吸收，保护骨骼细胞，对骨骼的长期健康特别有好处。而且它们的热量含量很低，虽然有蛋白质，但烹饪后特别软嫩，不伤脾胃，还能帮助消化。不少长辈的骨质疏松持续加重，主要原因其实是蛋白摄入不足。如果能逐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同时配合牛奶补钙，骨密度往往会自然提升。吃点炖得很软烂的鱼汤配蔬菜，刚好能温和地解决这个隐秘的问题。大家在超市或市场挑选时，可以用眼睛看一看，要选那种眼睛清亮、颜色鲜亮、没有异味的，这说明它里面的营养很足，吃起来才够鲜美。这两种食材在做法上非常百搭，最适合长辈的吃法是和豆腐、冬瓜一起用砂锅清汤炖煮，炖到鱼肉半透明、入口即化的程度，老人家吃起来毫不费力。不过做这类菜时有个容易忽视的地方，因为鱼汤煮久了容易吸收过多的脂肪，如果炖汤时放了太多油或者咸菜，汤就会变成高脂肪或高盐食物。有些长辈还喜欢把吃不完的鱼肉拿去腌制或者冷冻，觉得这样更方便，但加工后的鱼肉盐分会升高，无形中会给骨骼的钙吸收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医生要求严格控制钠的摄入，可以先将鱼肉切成小块，在清汤里煮一遍，把表面的盐分带走，捞出来沥干后再进行清蒸或者炖煮，这样吃起来就更让人放心了。其实保养骨骼并不是要让我们天天提心吊胆，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重要的是分清楚哪些食物更适合现在的身体，因人而异，对症调整。直接吃新鲜熟煮的食物通常很安全，但如果是盲目跟风，把食物拿去浓缩、腌制、加工，或者做成饮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很多长辈觉得每天喝浓缩咖啡很提神，其实这样风险不小。在浓缩和加工的过程中，为了增加风味，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增加咖啡因的浓度，这会导致原本可以接受的饮品，在短时间内变成高风险饮品。更严重的是，浓咖啡里往往还会添加糖分和香料，这些高浓缩的液体进入身体，不仅会让钙流失加速，还会突然加重消化的代谢负担。因此，老老实实的直接吃完整的天然的食物，通过牙齿慢慢咀嚼，让身体匀速吸收，对骨骼反而更安全。大家在选择食物时，可以多想想，这个菜适合我的身体状况吗？如果您平时骨密度容易下降，经常腰酸，就要多注意避开高磷食物。如果医生提醒过您要补钙，或者您发现自己最近手脚容易无力，就要尽量避开加工食品。如果您患有骨质疏松、腰椎病、关节炎，或者平时在吃多种补钙药物，在对饮食做重大调整前，一定要先咨询主治医师或营养师，千万不要听信偏方。只要挑对温和的食材，控制好分量，避开那些容易让骨骼超载的食物，就能给默默工作的骨骼减轻不少负担。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像碳酸饮料、速冻便当、浓咖啡、腌制鱼、酒精饮品这些，把控吃法和分量，避开过量食用，普通长辈都能放心吃，骨质疏松的朋友尽量少吃。而牛奶、酸奶、绿叶蔬菜、坚果、新鲜鱼类，则是更安全、更温和的日常选择。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做下一顿饭时，就可以开始尝试这些小调整。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习惯做起。60岁之后，身体的代谢和吸收能力自然比年轻时慢一些。如果骨质功能不如以前，或者平时骨密度偏低，容易腰酸，过去觉得很普通的饮食，现在可能就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保养骨骼不需要制造焦虑，它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简简单单的食材替换细节里。比如少喝几杯饮料，许多长辈因为觉得碳酸饮料解渴，或者想快速补充能量，特别喜欢喝可乐和咖啡，但不少人喝完会发现骨痛加剧，人容易觉得疲倦，甚至觉得腰部有些酸胀。这是因为这些饮料含有大量磷酸盐和咖啡因，如果骨质已经偏弱，
身体就很难及时代谢这些物质。有的家庭为了味道好，还喜欢在饮料里加很多糖，或者把饮料反复加热喝，这更在无形中增加了骨骼和消化系统的压力，不如改喝牛奶。有些长辈买饮品时习惯顺手拿各式咖啡，觉得方便又提神，其实纯牛奶的钙含量更高，补骨它更安全。去超市时挑那种成分简单、没有添加剂的，回家简单倒进杯子，温热后直接喝就成了。口感和咖啡一样温暖，而且不会给骨骼和消化系统带来负担。或者喝点酸奶，特别是到了下午，长辈容易觉得能量下降，与其去喝那些容易让钙流失的咖啡饮品，不如用新鲜酸奶配一点坚果。酸奶有益菌群，坚果富含钙，在温和补充营养的同时，也让骨骼轻松无负担。另外，速冻便当也别再频繁吃了。很多注重方便的长辈，听人说速冻便当省时又有营养，就特意每周吃好几次。可吃了一段时间，反而觉得骨痛加剧或者消化变差了。速冻便当里的磷酸盐和钠浓度很高，尤其是直接加热吃，很容易在体内堆积，加重骨质流失的风险。如果平时觉得做饭太麻烦，嘴里总想快速吃饭，不少人会选择自己简单煮一碗米饭，搭配新鲜蔬菜和一个蛋，既清淡又没有任何人工添加，安全的帮身体补充营养。早上选择饮品的时候，也要避开一大杯浓缩咖啡。很多长辈为了提神，为了清醒，每天早上来一大杯浓咖啡，但浓咖啡里的咖啡因在日积月累的饮用中，会悄悄加速钙流失。对于平时骨质容易下降或者有腰椎病的人来说，这杯提神咖啡反而很伤身体。如果想摄取能量和精力，没必要非得去喝浓咖啡，不妨多喝一杯温热的牛奶配一点坚果。牛奶富含钙质，坚果提供能量，这种组合对骨骼特别友好。买坚果时挑那种生的，没有调味的，在锅里放几滴油，简单快速烤一烤，烤熟的坚果吃起来香脆。它富含微量元素，钠含量却极低。通过这种温和的补充，骨质往往会自然改善，吃完能量充足，对骨骼和消化都非常友好。调味方面要少用成分复杂的酱料和腌制品。很多家庭做菜为了快手开胃，喜欢随手加几勺咸鱼或者咸菜，结果吃完一顿饭总觉得口渴，一直想喝水，骨头也跟着酸痛。这些腌制食品在制作过程中，为了防腐和调味，添加了成倍的盐，容易加速钙流失，加重骨骼的过滤负担。同样是为了提鲜，有的人可能会习惯多放点酱油或豆瓣酱，觉得这样有味道又下饭。但这些调味品的磷酸盐含量同样高得惊人，不知不觉就吃下了过多的有害物质。不如直接用新鲜生姜搭配葱段来提味，去市场挑新鲜的生姜和葱段，在清油里稍微炒香，独特的香气一加热就会完全释放，能瞬间提升菜肴的层次。有了这种天然的香料提味，就可以少放盐和酱料，做出来的炒菜或炖汤味道鲜美，还能帮我们省下不少磷，对骨骼和消化都好。这些改变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对骨骼来说，日积月累的体贴，减轻负担就是最好的保养。少放一点盐，少摄入一点加工食品，少用高度浓缩的饮料，戒掉那些看似方便，实则伤身的习惯。最后，温馨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只是通用的养生科普参考，不针对个人病情。如果本身就患有骨质疏松、腰椎病、关节炎，或者需要长期服用补钙药物，曾经有过骨折，在对日常饮食进行重大调整之前，最稳妥的方法依然是咨询自己的主治医师或注册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吃法。如果这些内容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所启发，欢迎点赞并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适合60岁以上人群的健康饮食建议。我们下期再见。